大家好，我是小黎生。我想问大家，创业能赚到钱，真的只是特例吗？创业的失败率非常的高，所以创业就很难，对吗？那么为什么我们企业家可以轻轻松松的搞几十个项目出来赚钱，然后我们还去挑赚得多的来干，赚得少的不干，然后有的人搞了一辈子，永远都是亏钱的呢？为什么大部分的人觉得这世界上最容易赚钱的方法就是去打工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不愿意去思考的借口，因为打工就是别人告诉你干什么。而在我的角度，这世界最容易赚钱的方法就是去创业，因为我只是想到干什么，然后就叫别人来干就好了。所以要踏进创业或者说赚钱这条路，大家就觉得好像有一道大门一样拦着，这道大门就是不知道要干什么。而打开这道大门并不是靠什么勇气啊、启动资金啊，甚至说智商啊。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些与赚钱没有直接的关系。其实开门只需要用钥匙就好了。很多人之所以赚不到钱，其实就因为找不到那条钥匙。那这条钥匙是什么呢？雷军说过一句话，创业就是要做一头站在风口上的猪，风口站对了，猪也可以飞起来。当时我就是听了这句话，我瞬间感觉找到了那条钥匙。毫不夸张的讲，我多次在打坐或者冥想的时候呢，真的仿佛看见自己打开了一道门。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些话很虚，对不对？这是因为你不太懂怎么形象化一句话。我问你，如果在疫情期间你是口罩批发商，你赚钱不？这些口罩商有没有特意的去宣传过？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去做，大家都去抢了，这个就叫趋势。然后每当出现病毒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些谣言，然后大家都会去抢米啊、抢油啊、抢盐啊，甚至连厕纸都要去抢。那在这段时间还需要什么商业模式？还需要去算什么成本与利润吗？价格都随你开了，闭着眼都能赚钱了，还想什么，对吧？那一般人看到这样的新闻呢，一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我在 IG 看到最多的就是他们会去嘲笑一下这些人，骂一下这些人怎么这么盲从呢？然后他们也跟着去抢了，因为不抢实在是活不下去。这都是普通人正常的反应，我们也不能说他们是错的，对吧？但是敏锐的人其实早就已经知道了，这是历史，是会不断的重复发生的。你观察以前的 SARS、福岛核电站等等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生活用品的价格是不是都会突然暴涨呢？所以洞察到这些趋势的人呢，在刚发生的时候，他就会赶紧的囤一批货，然后借此去赚一大笔钱。他们可能一辈子就只干了这一次就发财了。我不是教大家去发灾难财啊，这些人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我只是希望用最极端的例子，让大家更容易的去理解什么是在风口上会飞的猪。我们的钥匙要去打开正确的门，所以一般我们老板都会配一本佛经在身边，以免自己走火入魔。那今天这部影片，我会完全的告诉大家如何找到趋势这把钥匙，然后打开正途的赚钱大门。你预期会非常的详细，因为大家不是说找不到赚钱的项目吗？我给你们大量的项目以及背后的道语数，所以大家一定要点赞，因为你还可以在播放列表里面找回这部影片，然后发财了就可以给我报喜了。而我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企业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好了，为什么我会说趋势就是打开赚钱大门的钥匙呢？其实发现趋势、知道趋势本身呢，就已经代表着你提前知道了一些事件未来大致的走向，而掌握这些信息的本身呢，就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了。里面的核心有2点。大家耐心的听啊，这些是入门的心法，我后面会举大量的项目给大家，不要再说不知道做什么赚钱了。那第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当一件大事发生了，然后我们就可以预测这件事后续会影响到什么，然后我们继续预测与这件事相关的商品它们的价格的趋势。价格的趋势就是要不上涨要不下跌，对吧？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商品的价格波动来赚钱了。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国外的情况一开始很严重嘛，那大部分的股票都是可以预测的，会恐慌性的抛售，这不难预测吧？也不是什么预测，你去看看历史，崩盘都是这样的。那你知道它要下跌了，你就在期货市场通过做空的方式来赚钱啊。然后我们都知道那些疫苗股
即将要上涨了。为什么？因为做一支疫苗的成本是非常低的，那这个你去看新闻就知道了。然后全世界都需要这个东西，然后研发了就那几家公司，也就是说成功的也只能是那几家。那你就可以在低价的时候买进那些知名度高一点的，到高价的时候卖出啊，对吧？那当然这个只是简单的说明，这些需要大家去研究的，我其他股票教学影片有提到。但你会发现，我们知道一件事的后续发展趋势，往往就会有机会通过相关联商品的价格波动去赚到钱了。而第二种情况，一件事情的发生呢，可能会影响一些商品市场供需的趋势，那我们也可以通过满足需求去赚到钱。也就是某件事情发生之后，很有可能在市场上创造出一些新的需求出来。那这种需求，如果你成为第一个满足需求的人呢，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赚到第一波的大钱，这样大量的财富就被你赚到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智能手机刚刚普及的时候呢，那时候普通人在想什么呢？可能想法就是自己如何多赚点钱，给自己买一部名牌的手机，对吧？到现在大部分的人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如果你去思考智能手机普及这件事后续的发展，就是到底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给我们的生活，给我们的世界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再过5年10年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我平时就是这么思考锻炼自己的。我随便举一些例子啊，就比如说我可能会想到，大家看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是不是我们的视力会不断的下降呢？那么大家都在看手机了，那手机总是要用 App 的， App 行业是不是会越来越发达呢？移动购物会不会发展得很厉害呢？大家都在狂买手机了，是不是以后二手手机的交易会不断的变得活跃呢？那这是智能手机流行而衍生出去的，然后之后移动上网的趋势跟传统互联网不同，大家只需要拿着手机就可以上网了。这代表什么呢？上网更加方便了，手机上网更快了，甚至将来都不需要电脑了。那这又代表什么呢？与网络相关的行业只会越来越兴起，而实体行业将会被淘汰。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因为大家别忘了，论工作效率，我们都会输给已经出现的人工智能。所以现在我们才需要开启一个叫做元宇宙的虚拟世界，我们要比的就是创意。所以你去看那些 NFT 的猴子卖几千万美金，对吧？将来很肯定的一个趋势就是精神层面上的东西将会比实物更有价值，所以得流量者得天下。关于这个，我特意私下制作了一个完全是免费的培训，详细的说一下我对未来趋势的分享。就是反正大部分实体行业都会被淘汰了，反正大部分的人都会对互联网行业充满需求了，那何不成为第一批满足这需求的人呢？这方面有兴趣的可以在影片描述栏上报名，虽然说是免费，但为了不想被某些人浪费我的心血，所以这个培训还是有门槛的，就是有人数的限制，而且不能重播。我想说的是，一件事情发生之后会对市场的需求或者商品的价格带来一系列的影响，这让我们去创造商机盈利的机会呢，就是我所理解的趋势。那既然知道趋势是可以帮我们赚到钱的，那我们自然就会有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首先得要有发现趋势的能力啊。而当我们具有了发现趋势的能力之后呢，我们还需要知道通过趋势赚钱的模式，对吧？就是怎么操作。别急，我逐一的公开，价值千万了。我认为趋势分为2大类，第一类叫做时间趋势，就是每次只要到达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呢，然后某些事情就会有很大概率发生，这所呈现出来比较明显的规律，我就叫做时间趋势。很简单，就比如说每年快到中秋的时候呢，月饼就开始畅销了，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而且也非常有规律，对吧？那么每年到农历新年的时候呢，坚果、干货之类的产品也会畅销，然后每年夏天的时候呢，短袖的衣服相对就会比长袖的变得更加畅销，这都是非常明显的趋势，而且是和时间节点息息相关的。那么这就叫做时间趋势。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他到国外之后呢，就发现了一个趋势，就是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候，有一款叫火焰 LED 灯的产品非常的畅销，国外的工人都在加班加点的去生产这款产品。那么他就专门到中国内地去找到愿意生产的厂子，然后再拿到国外去卖。
结果他很短的时间内就赚到一笔不少的钱了。我以前也是受他这样的启发，才开启自己的批发生意，这就是时间趋势。而第二类就叫做事件趋势。所谓的事件趋势呢，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比如说 A 事件发生了，从逻辑上很有可能造成 B 事件的发生，而 B 事件的发生又会引发 C 事件的发生，这样一条线串起来，形成逻辑上和实验上的一个线路的顺序呢，那我就可以把它叫做事件趋势。就比如说，如果今天是你女朋友的生日，但是你把她的生日给忘了，这叫做 A 事件，那么结果你的女朋友就会很生气，这就叫做 B 事件。只要事件 A 发生，事件 B 发生的概率很大，它就会产生一种先后的逻辑顺序关系，这带来了一种趋势，就叫做事件趋势。就比如刚才讲的疫情加上谣言，结果导致了市场生活用品供不应求以及价格的飙升呢，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事件趋势。大家听懂了吗？识时务者为俊杰。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发现趋势呢？很简单，见古知今，以历史为经鉴，我们便可知未来。大家耐心的听啊，听懂了足以让你发财了，至少混得肯定不差。我们除了要去关心过去已经发生的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外呢，我们还要去思考下周、下个月、下一年，甚至是未来5年、10年，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所属的国家、所处的地区，或者说行业又会发生什么呢？这是从一个比较大的维度、比较长的时间去观察世界的，然后再去发现一些比较长期性的趋势。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今天我录制这部影片的时间是2022年的1月，马上农历新年就要来了，那么我们就要去思考未来1个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我就想过去是怎么样的，因为假期大家都去玩或者拜年，那可能会产生很多塞车的现象，对吧？然后可能你回到老家，跟以前的亲朋好友、高中同学、初中同学什么各种的相聚，到处去拜年、送礼，然后一堆人吃吃喝喝，会喝醉，然后呢吃太多了，春节几天可能会胖好几斤，对吧？这都是我们能够预见的。农历新年期间呢，可能未来1个月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每个月都会找几天去思考这些，大家也可以开始跟着我一起做这种思考的训练。那么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怎么赚钱呢？我记得有一次农历新年过后，我突然听到了一个这样的传闻。我有一个同学，他开了一个减肥班，结果呢招生非常的火爆，他半个月就赚到了几万块美金。然后我其他的同学听到了之后就非常的羡慕嫉妒恨啊，然后就抱怨的说，怎么我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呢？然后他们就继续苦着在打工。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大概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听说谁谁谁因为干了某件事情，结果一下子就发家致富了，然后呢一般我们就会说人家好牛啊，人家运气非常好啊等等，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对吧？那刚才我们见古知今去思考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每年春节都会有一堆人长胖。那针对这一点呢，其实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春节吃吃喝喝应酬多嘛，普遍的伙食都非常好的，大部分的人都会因此而长胖了不少。那一般人根本不会去进行这种思考，他根本没想这回事。另一种情况是大概想到这件事也就无动于衷，但另一种人呢，可能他看到了这一点，他就会马上发现了这个机会。可能别人在无动于衷的时候，他就会想，那春节既然一堆人长胖，肯定这帮人里面有一部分就会很后悔，就会想着怎么去减肥，对吧？那会不会我去做这一个市场就能够赚到钱呢？结果下一年别人在过春节的时候，可能这个人他就开始去思考了，开始去设计课程，去寻找合作讲课的老师，去谈判合作，去思考在哪些渠道去招生，提前去写好招生的文案等等。那春节一回来，大家还在慢慢进入这种工作的节奏，他已经直接利用业余的时间就策划了一个这样的项目，直接开干了，就已经把钱给赚到了。大家不是说没有项目吗？那我直接告诉你们，今年你们这么干也肯定能很快赚到一笔钱的。那这我不会干了。一开始我就说了，我们不缺赚钱的项目，缺的是更赚钱的项目。那么我会干什么呢？同样是春节会出现塞车的问题嘛，或者是在假期期间，
我们的时间一下子就会释放出来，然后总会有非常无聊的时候，比如说等人啊、等位置啊，或者是没有安排节目啊，甚至到一些不太熟的亲戚家拜年的时候，这些都是大家都经历过的，对吧？如果我们都能够针对这个场景去开发一些打发时间的 App， 可能是一些小游戏啊，那是不是一个赚钱的机会呢？诸如此类的都会是叫趋势背后隐藏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我也不会干，因为还不够赚钱。如果我做的话，我会开一家帮人制作 App 的公司，就是你只需要给我 App 大概的想法，我就会帮你去实现。因为我留意到每年春节一来就会推出很多不同新的 App， 那么我就会从逻辑一层一层去推论，为什么这些 App 会这么火呢？然后当这些 App 火了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人想要去跟风做呢？那么如果我能够去帮助这些能跟风的人，这是不是其中一个商机呢？然后如果能够提前1年去布局这件事，1年后当需求又重新出现了，我就是那个有开发 App 能力的公司了。那么这些创业公司，他们自己只需要有很好的想法，那技术方面如果我能够帮他们搞定，那他们就能够节省很大的一笔成本，因为他们不需要去招聘大量的程序员去研发，甚至一些没什么钱的公司也能够做起一个规模很成熟的 App。 那这是不是我上部影片所说的真核游戏呢？就是 Win-Win 的游戏，双赢的交易永远都是最赚钱的，因为你帮人家赚到钱了，人家就很愿意给你回馈。那这个是我现在随便想到的赚钱机会，我也毫不保留的告诉大家，就是你之所以觉得创业或者赚钱很难，是你根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思考训练，你脑子都没有动过，你潜意识永远就是被那些主流的学派想让你知道的信息洗脑，就是创业很难，因为你听起来觉得很爽嘛，因为这样你就可以为自己不去做这件事而感到合理嘛。我听过最哲理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去创业，那谁去打工呢？那有些人听起来很爽，对不对？批判我们这些创业的，那我也觉得特别 nice。这世界就是要有这么伟大的人，喜欢和心甘情愿的为我们工作。我也恭喜他们找到自己的爱好，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对吧？那我相信听到这里的都是同路人，所以除了可以订阅我的频道以外，更需要留意这里面含金量最高的地方，就是如何更快、更好、更行的针对趋势去赚钱。首先，我们要更快的满足需求。当发现趋势之后呢，很可能趋势代表着在将来会出现的市场上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前的做好准备。如果我们能够成为第一时间满足需求的那批人呢，就可以在速度上取得先机，去赚到第一桶金。就比如说，现在学生学业的压力越来越大，这都是我们能看到的趋势，作业越来越多，然后这学生近视的现象这些年一直都是加重的，那这个也是我一直留意到的趋势。那么我就发现了这里面隐含的一个需求，就是学生预防近视、治疗近视这样的一个需求是越来越旺盛的。那这大家都知道，但就仅仅是知道而没有任何行动，对吧？结果我一个朋友也发现了这个趋势，他开始做了这样一个生意，他开线下店就开在中小学的附近，主营的业务呢，就是通过一些物理治疗，某种程度去恢复视力，或者说延缓这种近视严重的程度。那么结果发现，他开一家店，马上生意就火爆了，都要排队，家长带着小孩排队来治疗。结果他1年就开了5家店，每家店月营业额可能都有几万美金。那这样汇总起来呢，也算是一门相当不错的生意了，对吧？就是在别人大举进攻这个行业之前，你去吃第一笔羹的人呢，去发现趋势，去做第一个满足趋势带来需求的人。记着，你要搞清楚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就要去跟着那帮人的思维模式去思考，他们怎么想的，怎么说话的，怎么干的，你就跟着去做。你比如说，我发现每一个企业家都干风口上的行业，就比如说 Facebook 也去搞元宇宙，对吧？那么我每天都在思考移动互联网的趋势，我会拿传统互联网做参考，然后将来元宇宙的趋势，我会拿现在移动互联网的趋势来参考，我会以此来判断现在有什么可以做，什么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不被淘汰。然后我发现将来只会越来越多的人呢在网上找答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我们还会去翻书，对不对？
后来互联网的出现，我们去找资料都会在网上搜索答案，这些答案都是文字的结果。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更多的人都愿意在影片里面找答案，也成就了自媒体这个行业。而元宇宙的出现，将来肯定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互联网上生活，在互联网下生存。你看看现在就知道了，你是不是每天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对着手机和电脑？如果一天你不能上网，你 OK 吗？所以你观察一下，现在是否已经慢慢的不断的在淘汰实体的行业呢？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一件事，就是互联网创业就是那个风口，也非常的容易，因为现在就是第一批进去挖金的人。那么你去看看几年前做电商的，然后现在做直播的，做自媒体的，都是瞬间做起来的。那么对于网络营销怎么做，做什么，市场上需要什么暴利，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范围。如果你们有兴趣，一定要在影片描述栏上的连接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我本人会在里面永久的带着大家去学习创业，这些都是我本人亲自实践过，发现是可行的，我才会在里面公开这些商业的机密。题外话，如果有兴趣现在加入，除了前期的优惠之外，还可以获得我私人送赠的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的汇集。我在里面会有不定期关于财富自由的课程，而且我们团队会以音频的方式去解读一共100本的书，而最值钱的就是我们几千人的 Facebook 富人群，大家可以在里面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换赚钱的想法、资讯，甚至是资源。我希望通过抱团把资源团结起来，然后不断放大。那么这个是我私下可以为大家做的事。另外呢，我们要更好的去满足需求，有些需求是伴随着时间的周期而有规律的出现的，我们是可以预见到的。就比如说夏天来了，短袖衣服会畅销，春天来了，坚果干货之类会畅销等等。那么针对这种很容易预见到的趋势呢，我们就可以仔细的去研究比原来更好的解决方案，去寻找到更好的、更新鲜的、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一种赚钱的好方法。李嘉诚当初怎么起家的？以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嘛，那么英国的男人就是所谓的很绅士，就喜欢送鲜花给女生嘛，这风气也在当时的香港蔓延。而李嘉诚发现鲜花美是美，但会凋谢，所以他就到国外找回来一门技术，叫做塑胶花，就是假花。那这个东西呢，因为当时香港没有，但看起来跟真花无异，也可以长期的保存，自然就会收到当时香港人的青睐。李嘉诚从此呢就赚到了第一桶金了。然后他就跟我上一部影片说了一样，把资金都布局在房地产这些大型的资产里面。那么又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朋友，他发现之前过圣诞节很多商场都会去布置圣诞树、LED 灯等等，那么他做的那个火焰 LED 灯就是传统 LED 灯的升级版，因为它价格差不多，效果更好，所以一出来就会非常的火爆。这些都是商业机密啊，我把我们怎么发现趋势的心路历程都毫无保留的告诉大家了，我希望你们听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需求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我们更好的满足了需求，所以我们就能够赚到这笔钱。那类似于这样的机会其实还是蛮多的，比方说很快又来情人节了，对吧？我们都知道一到情人节送礼的需求就会暴增，那传统的情侣送礼都是什么的？可能就是送玫瑰啊、项链啊、手机啊、包包之类的礼物。那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下，其实有没有更好的一些又能够表达心意，又有足够的分量，又更加新鲜新颖的一些送礼的方式呢？那么如果你能够想出来，这样一波钱你就赚到了。有女朋友的，你可以拿他们当实验嘛，也就是送他们礼物，看看他们收到什么最开心，对吧？记得好好的把握里面的资源，你的女人也是你的资源，然后你就要多观察身边一切事物的变化。那么如果你跟我一样没有女朋友怎么办？我们再看远一点啊，我们看看中秋吧，是不是很多人都会买月饼送月饼？那这也是每到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就会出现一个需求啊。但是过去送月饼这件事有没有出现问题？我发现很多人会买很多月饼然后送出去，但与此同时呢，自己又收到了很多月饼。就比如说我收到7、8盒的月饼，非常浪费，自己吃也吃不完，吃太多了也会有害身体，因为它都是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吧。所以有人就专门做这样一种生意模式，
就比如说你要买月饼送人，你不直接送实体的月饼，你可以买月饼券送人。那么拿到月饼券的人呢，如果真的要吃月饼，他随时可以去相关的地点领月饼，我给你实物凭券领取。这个关键点在哪呢？假设实体月饼的价格是20美金一盒，对应的月饼券也就是20美金一张。那么卖月饼券的人呢，他还专门回收月饼券，回收的价格是6折一张。因为很多人会收到很多张月饼券，他也吃不了那么多，他可能就兑换一盒，剩下的券他是浪费掉的。现在就算用6折去卖，好像是亏了，至少你还能够换成现金，所以他还是会去卖的。然后这个人呢，他收了海量的月饼券之后，在另外一个渠道他卖月饼券8折一张去卖。很多人呢，他真的需要买很多的月饼券来送人，那么因为能8折去买，他就可以去批发买很多的券了。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会比原来实体月饼更好的解决问题。也就是说，月饼的实际销量远远的大过整个市场的一个实体的一个需求量的时候呢，这就是我之前一直讲的金融的思路，把实体月饼变成是一个金融属性的月饼券。这样的一个方式呢，结果就做爆了，市场上就有人每年只做这一波，每一波他就能够默默的赚几十万美金了，因为他能够更好的满足需求啊。这些项目还有很多，你去观察一下，然后你自己也可以去做嘛，不要再说没有项目了。之后就是传统的低买高卖，如果你能够发现一些趋势，这些趋势会导致某些商品的价格上涨，那么你就可以在比较低的价格买入，比较高的价格卖出。而如果你知道某个城市的地铁啊、大型商场啊、学校啊、医院啊等等的规划，那么你就可以提前的在附近买房，然后这些设施盖好了之后呢，房价涨上去呢，然后你就可以卖出去套利了。这也是同样的趋势赚钱的一种，叫做低买高卖的模式。这个我很建议大家，如果看了我的频道赚到点钱了，一定要去干的。因为其实大家主动的去留意官方的网站或者是一些新闻的话，只要政府给了钱或者通过了一些设施的议案，那么你就可以去买房啊。虽然房子可能在那瞬间会涨了，你不能买在最低点，但盈利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因为大部分的人呢，都是等房子周边的设施盖好了才去买的。当然还是要遵循我其他关于房地产教学的影片规则去做。那么关于低买高卖呢，炒股也是一样的。炒股其实有2种非常主要的流派，一个叫价值投资的流派，另外一个叫技术分析的流派。那么前者呢，是通过对于一个公司的财务报表、盈利情况的基本面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如果发现这个企业经营良好，盈利增加，就判断它未来的股价会上升，然后呢，现阶段买入，那后面上升的卖出，我就能赚到钱了。那这我不会做的，因为我看到有潜力的股票，别人看不到，我买进了，大户不买，那么我还是赚不到钱的。所以我会选择趋势投机，主要是通过 K 线图、价格、成交量或者均线的变化来进行分析，跟随趋势去投机。但同样我也说过了，股市呢是非常复杂的，随机性是非常大的，你没有学习过，千万别随便的进场。那么低买高卖这个手法呢，我相信将来也只能在投资市场做到，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很多的信息都会变透明了。比如说你卖产品的，你在什么地方拿货，哪一家比较便宜，这些都一目了然了。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走进自媒体这个行业，让我们创业商学院一直陪着你，提早过渡这场科技的革命吧。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呢，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